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入职半年，我被通知考核没过，不能转正。HR 和领导一起扑我，说我没达到要求，却在我离职当天还给安排任务。经人提点才知道，我是被白薅了试用期。和我有相同遭遇的人有很多，公司的人招了一批又一批，能留下来的却极少。我们联合起来找领导和 HR 理论，他们极其嚣张。公司就这样，有本事你去告啊！如他们所愿，在公司 IPO 的关键时刻，我们真去告了，领导却求我们放公司一条生路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出差回来就被 HR 告知我没有通过试用期考核，不能转正，需要在本周离职。HR 的话像一盆冰水，将我浇了个透心凉。我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，明明我工作认真努力，同事、客户都经常夸我。之前提交的转正申请，经理还信誓旦旦说肯定没有问题，结果等到最后却告诉我试用期没有通过。为什么没有通过？考核标准是什么？我还是极快地冷静下来，问了 HR 缘由。入职以来工作积极性不够，另外你的处事风格与本公司不符，积极性不够，可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提前完成，还经常主动帮同事做报表写文案。我不知道到底要有多积极才能配得上他所说的积极性。他说的另外一点，处事风格与公司不符，更是一句主观的废话。那么这个考核评价是我们部门经理给的吗？ HR 没想到我还要问这么多，不耐烦地蹙起了眉头。这是你所有领导一致给出的意见，出去反省一下，这半年你在工作上有没有尽力吧？他做事让我出去，我出门时他还特意叮嘱我，你没通过试用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就不要跟其他人说了。这2天你把该交接的交接完，明天来我这里领离职证明。从 HR 办公室出来，走到自己位置上，部门经理杨景见我过来，如往常一样给我安排工作，让我把一个文案写完。 HR 让我本周就走人，现在是周4下午，经理给安排的工作1天时间是完成不了的。我忍不住开口问他，杨经理， HR 说我试用期未通过，请问是您给的考核结果吗？这个呀，是所有领导一起给出的评价，你离转正确实有点距离，所以我点点头。好的，我给你的任务你还是要帮我做完的，今晚你加个班，明天早上交给我，这个急着要，你别耽搁。即便明天就要走人，他还是不忘给我安排任务。再过2天，我入职南新就满半年，他们还真想榨干我最后一点利用价值，但我没有拒绝，转头在手机上联系了其他离职的同事。我今年6月份大学毕业进入的南新这家公司，面试时 HR 向我们描绘了公司的广阔前景以及公司良好的员工培训晋升机制。我毫不犹豫地接了 offer， 去了其他公司。入职时才知道，公司的试用期是6个月，工资打8折，社保先不缴纳，等转正后补齐。我提出了异议， HR 的解释是，这是公司的政策，所有员工都这样，尤其是你们应届毕业生，公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你们。你不信去外面打听打听，哪家大公司试用期不是6个月？不过呢，如果非常优秀的话，都可以提前转正的。你难道对自己没有信心吗？ HR 继续蛊惑我，我被他说动了。之前在别的公司实习也得到老员工的一致好评，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提前转正的。就这样，我办理了入职。
成了市场部的一员。除了前3天是了解熟悉公司的产品以及工作流程，从第4天起，我就开始接领导布置的任务。整个6、7月，市场部一下子进了很多新人，总共有20来个，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南新的产品有着明显的季节性，夏秋2季是旺季。这半年的业务量占了公司总业务量的80%。我们作为市场部的员工，除了每天写文案做报表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要出去做推广。全国各地时不时有行业的各种展会，老板很看重，从不会错过。南新在这块非常财大气粗，夏天接近40度的高温，我们奔波在一个个展会上，每次展会，南新的展台必定是位置最好、装扮最别出心裁的。展台的设计、布置都是我们的心血，很多时候我都还要充当苦力，亲自动手。一个展台搭下来，累得汗流浃背，全身酸疼，我们也只能苦中作乐，互相打气。展台搭完之后，我们还要充当售前的角色，接待客户，向他们推荐我们的产品，记录意向客户。往往一个展会刚忙完，第2个又要开始了。我们出差，只有可怜的1天几10块的饭补，只能住最便宜的旅馆。我提出的转正一直得不到回应，领导总是说你再努力，好几次想放弃。支撑我一直走下来的，就是领导和 HR 描绘的公司前景，以及客户和同事们的夸赞鼓励。本以为忙过这半年，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，但从11月开始，身边熟悉的同事一个个毫无征兆地离开。我也问过领导，他严厉地斥责我，说这是公司机密，员工之间不能相互打探消息，否则立即开除。说完又吐槽了一句，他们几个都年轻怕重，公司是留不住他们的。我也以为他们是觉得太累，另谋高就了。可当今天HR对我冰冷地说出我没通过试用期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明白过来，他们一定是和我一样被迫离开。他们的离职时间大都集中在11月底和12月。回想起最近1、2个月，不仅我们市场部门，前2个月对接的销售以及生产部的同事都联系不上了。一个不好的想法从我心中冒出来，为了确认这个想法，我找其他部门一个员工聊了聊，他为人不错，在得知我试用期没通过时，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社会险恶，以后找工作要小心谨慎一点吧，我过完年也不带了。他告诉我，公司员工总人数一般不超过300个，但1年的离职人数却高达500。公司每天都有人入职和离职，大部分人在职时间都没超过半年。这说明了什么？我们都被白薅了试用期，试用期的工资打8折，还不交社保。我们都是应届生，工资本来就不高，公司以极其低廉的成本用了我们将近6个月，用完我们之后还要批评打压，这对于初入职场的应届生来说，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，严重伤害了我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。我将相熟的几位离职同事都拉到群里，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说了一下。大家看完我所说的才回过神来，都愤怒不已，气死我了。离职的时候，领导把我贬得一无是处，让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说句实话，离开大半个月，我都没敢投简历。我也是，我用了那么多心思写的文案，被他说成是狗屎。HR 让我自己签那个离职申请，我本来不想签。HR 说不签的话，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会受影响。说起来，咱们差不多时间入职的这一批都被赶走了吧？我们部门自我入职以来，
除了6、7月份大量招了20几个外，后来又断断续续进来了一些新人，有一小部分没干满3个月就走了，剩下的都是将近6个月才离职。你们市场部的新人都要走光了吗？我们生产部也是，真是恶心人。魔都40度的高温天，不开空调，让我们日夜赶工。现在不忙了，就把我们都赶走，卸磨杀驴。南新现在要严格控制人数，除了研发和设计，其他部门的人都是用完就弃。他们想财务报表做得好看点，岳明一心想着马上上市的，他想控制成本，就该哄骗我们应届毕业生吗？利用完我们，再像垃圾一样丢掉。现在12月，招聘也到了淡季，大部分公司都要年后才招人，咱们这还剩2个多月的空窗期，怎么熬过去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宋秋，明天你别那么爽快就走人，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容易得逞。这些离职同事离职时都遭到领导和 HR 的威胁，未得到公司1分钱的赔偿。明天就是我离职的日子，我下定决心，一定不能被他们拿捏。第2天一到公司，杨景问我要文案，我惊讶道：“什么文案？你没说呀？”他每次都是口头给我布置任务，我做完再邮件发给他，这一次也是如此。但是我不想再当工具人了，所以割了他。听到我的话，杨景的脸色变了。昨天不是说了让你昨晚加班给我的，你忘记了有吗？我没收到邮件，我没发邮件。算了，你现在快点补一下，应该还来得及。我坐在一旁没理会，他见我不出声，连声催我：“宋秋，你怎么回事？跟你说话呢。你的文案写得好，赶紧凑一篇出来，你快点。”杨经理，抱歉，你也说了，我不配留在公司，想必我写的内容也是不合格的。HR 那边通知我今天离职，你的任务我今天是完不成了，见自己的要求被拒绝。杨景冷笑道：“让你干活是给你机会锻炼你，没想到你还推3阻4，就你这表现能转正才怪。看着吧，你以后不管去哪个公司都不会有人要。”这是我第1次没有做他安排的任务，就得到他这么恶劣的训斥和诋毁。公司的办公场所是开放式的，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。我表现怎么样？大家不是瞎子，有目共睹，倒也不必如此诋毁我。你以为你要离职了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吧？以后被调的时候，别来求我。被调，这是前公司拿捏离职员工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。但我现在看得明白，以杨景这人品，即便我什么都依着他，他也不会给我好评价的。随便你为谁说过好话了，反正已经撕破脸了，索性就撕到底。杨景没想过我会这么不给他面子，脸气得通红。好，翅膀硬了，希望你以后不后悔。HR 拿着离职申请过来，让我签掉。我表示拒绝。离职是因为你们要开掉我，并不是我主动走，所以这份离职申请我不能签。另外，你这是非法解除劳动关系，需要对我进行赔偿。HR 见我不签，讥笑道：“我让你签离职申请是给你脸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好歹。非要让全世界知道你第1份工作连试用期都没过吗？干活不及格还想要赔偿？”我缓缓抬起头，盯着他的眼睛。那么请告诉我，有几个人能通过南新的试用期？一个人没过是员工的问题，一群人都没过，难道不是公司的问题？一个非专业岗位要求6个月试用期，用完就弃。你们就是这样利用员工的，试用期不合格，开掉你合情合理。HR 说的理直气壮，我不合格，依据是什么？拿出证据来。
要么咱们一起去劳动部门评评理。”HR 冷笑道：“你去呀，你尽管去，你看我怕不怕？”说完，他大叫保安，想将我赶出去，连离职证明都不愿意给我开了。在保安来到之前，我打了报警电话和劳动部门电话，并把这一消息发到我拉的群里。群里几个前同事李坚、陈燕、徐磊他们早已等候在公司一旁的绿地。保安到来的时候，前同事也杀到公司门口，两个大男人要强行将我抬出公司。李坚举着手机将里面的一切都录了下来。李坚，你们来干什么？都离职还回来凑什么热闹？都给我滚！杨景一眼看到外面举着手机的李坚，大声斥责他：“杨经理，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暴躁啊！”李坚并没有被吓到，慢条斯理地调侃他：“这南新公司这么霸道，门外都不让人待。我脚下这块地不是你们南新的吧？”保安走出来，要李坚将手机录的视频删除。李坚当然不肯，保安就过来抢夺手机。李坚跑开，还一边大声呼喊：“抢劫呀！你们南新的管理层都是强盗吗？你们有什么资格抢我手机？”李坚的嗓门很大，这么扯着嗓子一喊，周围公司的员工都围过来看热闹，甚至有很多人掏出相机记录下两个高壮的保安抢夺手机的画面。而警察也刚好出现，叫停了正在追逐的几人。一见警察来了，李坚高声呼救，将事情原委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警察。杨景走出来，污蔑李坚是来盗取公司机密的。李坚冷笑道：“我自始至终都没进你们公司，我怎么盗取机密？你污蔑我的事，大家做个证。你们南新真厉害，又是污蔑，又是抢夺手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这大上海，你们南新能一手遮天呢。”劳动局的人刚好也到了，我走了出来，向警察和劳动局工作人员陈述了南新试用期不交社保的恶劣行径。HR 则坚称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转正要求，所以才不予留用。那说说你们的转正要求是什么？让大伙也见识见识。今年6月以来，市场部、生产部两个部门新人一共进了至少50几个，有一个转正的吗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我们在南新也是干了差不多半年，都被告知试用期不合格，几位前同事一起围过来。据说老板岳明曾说过，这两个部门只需要保留最核心的几名员工就行，其他都是用了就弃。HR 被我们对得哑口无言。在警察和劳动局的调解下， HR 给了我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和离职证明。裁员补偿需要仲裁解决，社保问题要先去提供举报材料。鉴于他们人多势众又蛮横无理，警察建议我们先回家，不要硬来。回家后，李坚当天晚上就将2个保安一起驱赶我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很快就有在现场的网友出来作证，表示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当天我在现场，这家公司在我们园区，这还是一家高薪公司呢，估计是打着高薪的名头骗补贴的。建议有关部门好好查查，先是暴力驱赶小姑娘，接着又去抢录下这个片段的手机，还真恶心。有数位网友发出当天的事，甚至还有不少人发了保安抢夺李坚手机的视频。这些视频在网络上遭到众多网友的转发，网上议论纷纷，都在打听这是什么公司，好避雷。很快，公司信息就被扒了出来，越来越多被南新坑过的人开始在网上发声，痛斥南新坑害应届生的行为。南新最近在拉一笔融资
网络舆论对老板以及公司的压力很大。杨景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出一个澄清说明，我嗤笑道：“你这是不让我做人？这么多人都在帮我，你却让我出个澄清说明，想要我背刺所有支持我的人。抱歉，这种猪狗不如的事，你们会做，我不会。只要你愿意澄清，公司会立马为你补缴社保，并愿意赔偿你2个月离职补偿。没有什么好澄清的，他们录的也是事实。至于补缴社保和离职补偿，这本就是你们应该付的，你们不主动给，我一定会通过法律手段拿到。”挂掉电话后，我开始准备相关维权材料，约了离职的前同事，准备一起去社保局投诉南新公司不给缴纳社保。前同事们又联系了之前其他离职的同事入群，维权群里的人激增到60几个，这些都是最近2个月被劝退的应届毕业生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了社保局，忙活完之后，发现自己又上热搜了。南新在网上发了一条声明，他们倒打一耙，将我描述为能力低下、自由散漫、无视公司纪律还长期旷工的人，并扬言要告我们几个。为了令人信服，他们还列举了我长期没有打卡的事，同时他们还将我的个人信息完全爆了出来，我的姓名、身份证号全部被公之于众。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请的水军，下面一堆带节奏的人，一时众多网友纷纷反水，大呼自己被人愚弄，大骂我是个绿茶婊。为此，我联系了律师咨询，律师告诉我，南新发布的这则声明已经构成侵犯隐私权和诽谤罪，可以对南新进行起诉。律师取了证据之后，带我去派出所报了警。回来后，我整理出一份材料，拿出相关证据，将他们说明中诽谤我的内容进行一一反驳。他们说明中有关我旷工缺勤的日期，我都是在出差。入职南新这将近半年时间，每周都会出差，所以没有考勤打卡。我平日都是个谨慎的人，往来的邮件、工作记录，我都进行了备份保存。我将他们列举的我旷工日期全部拿出我有在工作证据，包括邮件、出差记录、工作群交流记录、站台拍照等。为了反驳他们这份声明，我做了60页 PPT 发到了网上。我这些有力的回击，无疑是给了南新狠狠一巴掌。我还将我们60几个人一起去社保局的画面放到网上，再次印证了南新的违法问题。舆论再次反转，听说本来有意向给南新投资的人都停止了对南新的考察，这下南新彻底慌了。公司刚好在风口上，去年和今年年初都有拿到风投，老板为了抢占市场，把绝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推广上面了。本以为这次融资十拿九稳，怎知却出了这么个岔子，投诉以及立案的等待时间都很长。我一边等待，一边投简历找工作，但因为当下环境不好，再加上招聘淡季，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，连个面试机会都没有。正当我沮丧到极点时，收到了同行业的星宏公司的面试邀请。星宏是去年才成立的新公司，他们老板孙总对我很欣赏，每次展会上遇到他，总会夸我设计的展台和活动有创意，还开玩笑说要挖我过去。当时只当玩笑话，但收到他的邀请时，我还是很高兴，很感动。原以为这份工作是十拿九稳，谁知去面试的时候，对方直接提出要我为他们公司的新产品设计一个推广方案。我以为他只是想考考我的能力，所以大概说了一下我的思路，
谁知他竟然直接拿出他们的新产品，向我介绍了一通，然后认真对我说，希望我能出具一份详细的方案。这还是第一次听说面试就要求上手做事的，我不由得提高了警惕。孙总，这推广方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出来的。我明白的，我叫你过来就是把产品给你看一下，你先了解了解产品的特性以及优势，你再根据这些写出一篇详细的方案来。那咱们这面试，看你写的这份方案合不合格，如果能让我满意，可以直接录用你。我原本兴奋的心情突然冷静了下来。孙总，是这样的，我还不是贵公司员工，没签订劳动合同，是不能为贵司服务的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太计较，这样很没出息的。我是过来人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刚刚毕业的学生，事业的重点是要多学习，不要钻到钱眼里，张口闭口就是钱。看着眼前一本正经训斥我的人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他是来偷我的创意的。这样的老板，公司能有多大前途？我不想刚出狼窝又入虎穴。我站起来就往外走，他跟在我身后，疑惑地问我，宋秋，你这是答应了吗？我直接开撕，孙总，你看我脸上写着傻子2个字吗？怎么，你们这些无良公司，一个个白嫖应届生上瘾了是吧？我这是给你工作机会，你竟然不好好把握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呵呵，那我谢谢你的好心了。宋秋，话别说得太死，你是新人，去哪里都要通过考核才能转正的。我这里只需要给我完成这个方案，如果合格，可以立马转正。你好好想一下，3天内给我答复。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因为是12月，接连是圣诞节和元旦，街道上到处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人们都喜气洋洋地庆祝节日。我孤零零地走在大街上，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，内心孤寂又迷茫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毕业时抱着一腔热血，是要做出一番大事业，在这个超一线城市站稳脚跟。现如今，激情被消磨殆尽，只剩一地鸡毛。新鸿公司一事，让我发现如今就业市场这么艰难。随着元旦临近，我的心一点点绝望起来。没工作就没收入，身上的积蓄也不多。在南新工作了半年，一直省吃俭用，攒了一点钱。但如果还没找到工作，坐吃山空，这点积蓄根本撑不到春节。问了一下群里的其他同事，只有2个找到了新工作，其他人无一例外，连个面试机会都没有。眨眼间就过了元旦，工作还是没有着落，离春节只有1个多月。我打算先回家过年。正当我准备买票时，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。是南新的前销售总监许安。公司不仅对应届生不道德，对其他人也一样。这位许总监能力非常出众，他来南新1年，将公司业绩提高了10倍，将公司的销售额从不足1000万提升到1个亿。前些日子却突然被老板架空了，当然他们神仙打架，我一个小小的应届毕业生是干涉不了的，但还是跟着他们吃了好久的瓜。原本以为公司只对我们这些小喽啰这样，没想到对一位有能力有资历的销售总监也能使出这样的下作手段。听说许总监与南新老板大吵一架，在办公室也发了很大的脾气，双方闹得很是难看。最后许总监离职。宋秋，我是许安，我们此前打过交道。许总监告诉我，他现在创业，开了一家名叫安森的公司，做的产品和南新一样，急需招人，希望我加入他的公司，并邀请我近日去他的公司面谈。宋秋，
现在我以安森的名义诚挚向您发出邀请，邀请您担任安森的市场部经理一职，基本薪资先暂定为2万元人民币，等以后公司开展起来了再加，同时赠送你公司的3%的股权，可以每年参与分红。市场部经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我只是个拥有半年工作经验的人啊！怎么，你对自己不自信？确实如此，徐总监，您怎么能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这样一个新人？对面的人认真打量着我，突然轻笑一声：“你太自谦了，宋秋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创意、最有天分的市场人员。”在南新的时候，我与徐总监说起来合作过无数次，每次推广他都会亲临并把控全场。虽然级别相差很大，他是公司销售部的掌舵人，我只是市场部试用期的新人，但是他特别亲和，和人说话如沐春风，面对客户的质疑和刁难，每次都能轻松化解。我的很多沟通技巧以及处事方法都是跟他学的，他也愿意教我们这些新人。我非常喜欢与他共事。试用期多久？没有试用期，宋秋，我是真想好好开一家公司。咱们同事半年，你的能力我都看在眼里，你是我认定的创业伙伴，希望我们能一起努力，做一份事业。一入职，工资全额发放，社保全额缴纳，股份分红写在合同里，就是你和南新的官司，我也可以让我的律师帮你一道处理。他的话打消了我一切疑虑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好的，以后就叫您徐总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宋经理，合作愉快。他笑盈盈地朝我伸出了手，我成了安森公司的2号员工。在春节来临之前，徐总凭着自己的人脉和行业影响，陆续招来了各部门的负责人。之后，我们明确了组织架构以及各部门的职责。公司的工厂是收购的，手续还在办理，年前没有实际工作，但我还是每天正常上下班，研究分析行业内各公司的产品以及销售数据，看市场评价以及用户反馈，并将这些都整理成报表。此前投诉的南新不为应届生缴纳社保的事，也迎来了结局。南新被判补缴所有人的社保，并被处以3倍的罚款，60人半年的社保加上罚款，南新一下子就要割肉几百万。这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富裕的南新来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我起诉南新的事也已经立案，因为徐总也有官司和南新打，他请了专门的律师，我的官司他的律师也接下了，费用算在公司的账上。律师告诉我，我们这边的证据很足，赢面大。这一年在南新受到委屈，在春节来临之前迎来一个好结果，我那颗彷徨的终于安定下来。节后，工厂的手续都办理妥当，公司开始全面招人。公司采用的是全员持股模式，每个人都给予一定的股份奖励，因而很快关键岗位的人员就招满了。公司正式投入生产和运营，研发和设计的同事也很给力，为了研制新品夜以继日。我和南新的官司也迎来了最终判决，南新非法解除合同，需要赔付2N 的补偿。另外，南新在公众平台泄露我个人信息，污蔑我，也构成违法，需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害，赔偿5万块，以及在所有公众平台向我道歉。道歉声明需要置顶1个月，补偿和罚金不多。南新看上去也没损失多少，但南新的名声彻底臭了。时间很快来到了5月，5·1过后是行业的一次大型展会，
我带着团队代表安森参加，在布置我们展台的时候，遇到了杨景。他见到我时，故作惊讶：“呵，谁这么不长眼，还敢招你？”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听说向我道歉的声明，还是杨景自己写的。我微笑着拿出我的名片：“我是安森公司的市场部经理，如果你有合作意向，请说，否则还请离开。”呵，安森，就许安搭的那个草台班子，就你们难道还想跟我们南新竞争？杨经理，话可不能说得太满。我们现在只是一家初创公司，无法与大公司相提并论，但几年后还不一定。新鸿的老板孙总也加入进来。哟，宋秋，没想到你终于找到工作了，可喜可贺呀！也就许安那个半路出家的人敢用你，别人都不敢。他挤眉弄眼，阴阳怪气。我似笑非笑。那当然，我们许总的眼光是极好的，不像孙总您，谁都看不上，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整个新鸿只有你一个人呢。话说，孙总，你们公司成立也有2年了吧？目前在职人数一共是多少啊？我说的在职人数是指缴纳社保的人数。前段时间打听到，新鸿也是一家皮包公司，这位孙总薅员工的手段更无耻。我非常庆幸当初当机立断拒绝了他，伶牙俐嘴，展台做得再有创意，没产品有什么用？他恼羞成怒，就是你不会告诉我，你们安森这次竟然自己有产品要上市吧？杨景也一脸幸灾乐祸，这就不关二位的事了，二位还请回，要不然我会误以为你们要偷我的创意。事实上，我们确实有新产品要发布，这次展会也是我们安森一个产品发布会，整个公司都非常重视，除了我，公司其他管理层都会参加。布置展台用了3天时间，在设计上用尽了心思，摒弃了传统的风格，采用双层设计，下面一层展示产品和活动礼品，上面一层隔出一间 VIP 接待室，一间贵客体验室，有意向的客户都能够得到许总的亲自接待。我们的展台不是最大的，但位置好，布置独特，活动新颖。展会第1天就如所期望的一样，众多经销商和客户把我们的展台围得水泄不通，连行业内记者都过来了。这么隆重，这是要搞发布会？安森，我以前怎么没听过？看上去挺有意思，就不知道产品怎么样，这个怎么参加？大家议论纷纷，有不少人走进来询问。许总和其他几位经理见到时机成熟，将我们的安森的新产品展示给大家。发布会由我主持，许总做开场介绍，再由研发和设计经理上台讲解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设计理念，回答客户的询问。发布会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后，接下来就是试用产品以及抽奖环节。客户的兴致都很高，我和几个下属忙得不亦乐乎。许总那边不少大客户找上门，收到了7、8个大客户的订单。国人都是喜欢看热闹的，所有人一进会场就都被我们吸引，一直到结束，围在我们展位的人才渐渐散去。展会一共持续了3天，接下来的2天与第1天一样，一直是爆满状态。3天结束，我们一个个累得无法动弹，我的嗓子说的都哑了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地向不同客户解说，我们的努力没白费。安森无疑是这一次展会最大的赢家。展会结束，我们打道回府的时候，安森的投资人夏总亲来向我庆祝，恭喜你呀，宋经理，你的表现真让我意外，这一次展会及发布会的顺利开展，你的功劳是最大的。说实话，当许安跟我说
把市场经理的位置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时，我是不同意的。但是他力保你，拍着胸脯说，宋秋是我见过最有潜力、最有悟性的。虽然年轻，但我相信他能胜任。为了让我同意，他还跟我打赌，要是他输了，要让5%的股份给我。事实证明，许安还是非常有眼光的。你真的很棒。他朝我竖起大拇指，后生可畏啊！现在我彻底放下心来，加油吧！我没想到许总邀请我当市场部经理这件事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想到许总为了保我费了那么大的心思，我不由得心头一热。我朝他的方向看去，他正言笑晏晏地跟客户讨论着什么。他就是有一种魅力，每次没有主见时，一见到他，我的心就安定下来。他的话总是充满力量。宋秋，你好棒，你的效率真让我惊讶。我在南新第一次表扬来自他。小宋，我看了你写的那个推广文案，非常好，引流效果不错，你的创意真的牛逼。现在的年轻人脑子就是灵活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他早已成为我的榜样。每次遇到困难想放弃时，总是想到他的笑脸，我也一定要成为他那样的人，自信、淡定、优雅、努力。离开展会时，我们收获满满。路上遇到杨景和岳明，岳明是南新的老板。南新这次的展台又是最大的，花费也是最多的，但在展会期间门可罗雀，订单寥寥。岳明不时地在说着什么，脸色很是不好看。杨景耷拉着脑袋，他们是面对面朝我们走来。岳明看到我们，冷笑着开口：“许总监。”哦不，应该叫许总了。听说你们这次拿了很多单子，还行吧？我们挺满意。许总语气平淡，看不出喜怒。呵，一个小作坊吃那么多单子，不怕撑死。但愿你们到时候交得出货来，否则一笔违约金就会让你倾家荡产。许总，你到时候再打10年工都还不清债务，劳您费心。南新和晨曦的官司还是要好好应对。此前，南新接了晨曦集团一笔大单，但由于人工问题，稍微有一点经验的工人快到试用期都开掉，用的是新手，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瑕疵。晨曦拒绝收货，南新被晨曦告上法庭，要求退款并给予3倍赔偿。双方的官司下周就要开庭。许总轻轻一句话，惹得岳明勃然大怒。许安，你等着，你拿到的单子，到时候都给我老老实实吐出来。许总不置可否，领着我们头也不回。许总，你说南新那边会不会联合供应商给我们使绊子？使绊子是一定的，不过不用担心。南新果然仗着公司大，逼着几家供应商给我们断货，让我们无法采购到原材料。采购部的同事这2天愁眉苦脸，供应商要么咬死不供货，要么要加价。原来2001吨的原材料，狮子大开口加价到6001吨，我们采购跟他们讨价还价，供应商态度很差，爱要不要。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是南新搞的鬼。有消息称南新突然拉到一笔大投资，对方出了3个亿，拿了南新的60%的股份，南新拿出其中2亿囤积原材料。岳明愿失去公司控制权，也要搞死我们安森。采购部联系了大大小小供应商，都没人愿意供货。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，许总问道：“你们为何不去联系宁远集团？”宁远呢？大家的面色有点为难。宁远是原材料方面的巨头，我们这个小公司，人家怕是不放在眼里，但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建议，要不就试试呗，
被拒绝也没什么损失嘛。采购部鼓起勇气给对方打了电话，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了下来，而且愿意给我们原价足额供货。同事们有点懵，没想到问题这么快就能得到解决。不是，徐总怎么知道宁远会给我们供货？我笑道，以徐总的人脉和能力，跟谁有生意往来，我都不奇怪。原材料问题迎刃而解，我这边也加大了推广力度。除了线下推广，我们在社交平台也建立了官方账号，全方位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。安森的产品也越来越被人熟知。南新的高价囤了原材料，又没拿到订单，和晨曦的官司也输了，赔了几千万。为了再次圈钱，他们开始图谋上市。其实他们想上市也不是一时半会了，我刚毕业入职的时候就是这么宣传的。确实也有审计公司的人过来做审计，但是这次来真格的，他们高价聘请了知名审计公司驻场，新闻上也屡次传出正在启动 IPO。 我将这则消息发给了此前维权群里的前同事们，大家乐了。上市，哈哈，咱们这不得去举报一波，这事不能少了我。我在税务局决定明天开始也去查查他们的账，那我只好去举报他们消防不合格了。前同事们都已度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，有几位在我的邀请下成了安森的一员，其他人都在各自的岗位发光发热，其中有4、5位考上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。大伙说干就干。2个月后，传出南新因为税务问题终止上市的消息，他们的工厂也因为消防不合格被勒令整改和罚款。杨景拨通了我的电话，语气十分客气，宋经理，您能不能劝一下几位前同事，让他们不再举报了？杨经理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不太明白？南新上市遭到举报，能不能让他们撤了？我怎么能左右别人呢？你太高看我了。说完，我挂掉电话。南新最终还是没有上市成功。岳明打电话给徐总，求他收了南新的原料，徐总当然没答应。后来南新不得不把价格一降再降，他们原本是2500吨加价囤积的货，不得不以1001吨的价格卖给我们。南新终于回了一些本，但是已回天乏力，投资方将岳明踢出局，将原来的管理层全部开掉，岳明成了丧家之犬，杨景也被开掉。在资本的运作下，南新被拆成几份卖了。杨景失业以后，还给我们安森投过简历。那时我已经是市场总监，统管整个安森集团的营销。我的助理是刚毕业的新人，将杨景的简历拿给我，宋总，这位候选人工作经历很丰富，要不您看看？我接过简历，看着上面杨景这个名字，将简历还给他。这人只会勾心斗角，不适合来咱们公司。助理点点头，似懂非懂，将简历塞进了粉碎机。风口来时，行业一大堆公司，3年过后，大浪淘沙，只剩下包括我们安森在内的3家公司，其他的包括南新以及星宏无一例外销声匿迹。我们公司在成立的第4年就成功上市，我作为公司的2号员工也去了现场，和徐总一起敲钟。上市当天，公司股票一路飞涨，我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人实现了财富自由。网络上都是安森上市造富的神话，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一路走来的不易。幸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搭档并肩而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
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